那声皇上，青山听得清清楚楚，心里忐忑，不敢多问。去吧，去把他们都叫来。爷，已经3更了，怕是都已经睡下了，也好几天没有闭眼，不如今晚就早点睡吧，死人睡得更长久。青山被这话吓了一跳，二话不说，立刻转身离开。李景业走到庭外，目光顺势望向浩渺天际，暗夜无边。谋逆大罪又怎样？午门斩首又怎样？一条残命而已。天光微亮，就算谢府众人再不愿意，今日高氏出殡，他们还是起了个大早，齐聚灵堂，只等时辰一到，行出殡大礼。这时，谢总管跑进来：“老爷、太太，外头，外头！”话说一半，10个壮汉抬着一副棺材走进来。谢老爷看着面前的棺材，这，娘，女儿帮你行大殓，咱们换了好棺材回家。这一喊，喊得声嘶力竭，喊得谢家众人心头颤悠悠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这谢玉渊做事太绝了，竟然连谢家备下的棺材都弃了。他这是要造反呐！7个白衣妇人走进来，帮高氏行大殓之礼。谢玉渊没有起身，至始至终他都长身伏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练完，盖棺。沉重的棺木严丝合缝地落下。退。谢玉渊站起来，悠悠地最后看了眼灵堂，手捧着牌位跟着离去。棺木抬出谢府，拐了个弯，竟然拐到了隔壁的江府。府门洞开，牌匾不知何时已换成了高府2字。谢玉渊一脚踏入高府大门，回过头将手里的灵位狠狠砸到地上。谢二爷惊得魂不附体，他正要追上前问个究竟，竟被沈荣、沈毅2人拦在高府的门槛外。你们竟然放肆至此！送殡队伍顺顺利利地入了高府。偌大的一个正门口，除了谢二爷外，还有邵姨娘和她的一对儿女被拦在外头。几百双眼睛看过来，邵姨娘母子3人像是挨了几百个巴掌一样，竟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。吉时到，起！谢二爷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死死地看着他手里的灵位，高门女高氏之灵位。自己的发妻睡高家的棺材，从高家出殡，最后葬入高家坟茔，这不就是向全天下的人宣告你谢益达不配？小畜生，你竟敢辱我至此！谢二爷大吼一声，一股血腥从喉咙口涌上来，眼前一黑，栽了下去。巷子深处，一架马车安安静静地停着。苏长山一脸的感叹：叶高氏这女出殡和谢府八竿子没关系，这丫头也是个性子烈的，从今往后谢府只能关起门来过日子，脸都被打没了。谢家可不只是关起门来过日子这么简单。你是说？李景业点点头，一朝生死便是阴阳相隔。从前他那个爹死，他一来年小，二来羽翼未丰，所以憋着一口气。如今连高氏都走了，他还有什么可顾忌的？必要闹他个轰轰烈烈。毕竟高氏留下的东西还没有派上用场呢。这丫头亏得算得出来，我算是服了，以后得罪谁也不要得罪他。李景业轻轻地抬起手，说不出来的疲倦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好几夜没睡着觉了，有点累，不碍事。悠着点吧，木之，人总得有命才能做事。今天的事早晚传到宫里，宫里那位是什么态度还真不好说。闹太大，就怕那位，毕竟高家一门是他的禁忌。走吧。去哪里啊？宫里。好好的去干嘛？与其让他从别人嘴里添油加醋的知道，不如我说给他听。
那你这样不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你和谢雨渊？张旭华往谢家灵堂一站，他就应该知道了，这会瞒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左右是掰不开了，神算不如天算，这话倒也是。声音渐渐淡去，只剩下车轱辘吱呀吱呀。2个时辰后，天气陡然转变，几阵阴风后突然下起雨来。谢府一小厮模样的人直奔谢二爷书房而去。二爷，怎么样？都打探到了吗？打探到了。那个，他们确实把人葬到高家祖坟，只是什么？你个狗奴才，你倒是快说呀！二奶奶是和人合葬的，合葬的人的名字叫高崇。小的打听了一下，他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高家人，是二奶奶前头那一位。9道天雷齐刷刷地打在谢二爷身上。你说什么？二爷，二奶奶和他前头那一位合葬在一起了。贱货！丁明不敢多言，只跪在地上，心里想着下面的话，要不要再说下去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我要把那贱货挖出来，我就是死也不会让他和那个男人葬在一起。来人呐！给我抄家伙！二爷，使不得呀！二奶奶刚刚砸完，三小姐就往回赶了。他那个小畜生怎么了？他带人往顺天府尹去了，说是要告二爷逼死发妻呢。什么？二爷，大事不好了！顺天府来人了！顺天府的衙门里，明镜高悬的牌匾下端坐着府尹大人唐静，下手处跪着一身校服的谢玉渊。紧跟而来的谢太太在少姨娘的搀扶下，刚要冲到谢玉渊面前甩他一个大嘴巴子，一旁站立的谢三爷箭步拦在了面前。我说是天底下怎么会有女儿告父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？原来是你这个畜生在一旁撺掇的，今天我就替天行道，打死你个王八蛋！住手！公堂之上打打杀杀，你们一个个的当我这顺天府尹是死的吗？谢玉渊，你要告的人可是他，你的父亲谢义达。回官老爷，正是。谢玉渊，你告你父亲什么？我告他逼死发妻，残害百姓。你说我逼死你娘，是你娘想要杀了我，他拿剪刀捅我。这是我娘的遗书。呈上来。衙役把纸呈上去。我的个娘哎，还是血书。谢义达，你逼我至此，我咒你满门不得好死。至于他残害百姓，残害的是孙家庄孙老爹一家6口人，还有我的爹。我是人证，我的丫鬟李青儿也是人证，孙家庄的所有人都是人证。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女做主。谢义达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诬陷，这统统是诬陷！我没有逼死高氏，也没杀人，这一切都是这个畜生捏造的。高氏是自杀，他是上吊自杀。谢玉渊猛地从地上站起来，我娘与你商量我的婚事，请你入了青草堂。丫鬟把我娘衣服弄脏了，她去换衣服，你就起了色心。你强迫她，她不服，拿剪刀戳伤你。她是我发妻，服侍男人睡觉天经地义，哪来什么强迫？就是自己男人不伺候，她想伺候什么人？外面的野男人。没错，我娘和我爹拜过大堂，喝过媒人酒，是正经的夫妻。她就是不想伺候谢二爷这个野男人，才宁肯自己一条绳子吊死。谢二爷一听自己才是那个野男人，气得身子摇摇欲坠。如果你不是野男人，我娘又怎么会从高家出殡，又怎么会最后和我爹合葬？谢义达瞪大了眼睛，原来这畜生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弯子，
为的就是现在这一刻。谢二爷的眼里前所未有的绝望。而此刻的御书房里，李公公走到皇帝耳边，附耳低语了几句。宝前帝浑浊的眼睛眯了眯，脸上的表情晦暗不明。李景业仿佛没看到似的，自顾自道：父皇，这谢家小姐可当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儿臣活了这么大，没见过做事这么狠绝，半点退路不留给自己。我和程深都看呆了。何止看呆了，应该是看傻了。哼！宝前帝看了两人一眼，冷哼着朝李公公递了个眼色。王爷，世子爷，还有更狠的呢。刚刚谢家小姐又把自己亲爹告上了顺天府。当真？要我说，这谢小姐也做得过了，天底下哪有女儿的告自己亲老子的，大不孝啊！世子爷有所不知啊，这高氏早在800年前就被谢家休了，带着女儿在庄子上过活，后来不知道怎么的，庄子起火，这母女俩就流落到孙家庄，正好与我毗邻而居。原来王爷和谢小姐还是旧相识啊。我那时候还是个不知死活的废人，哪里算什么旧相识啊，只是听张旭华说起过，也知道他后来和男人是拜了堂成了亲的。李公公，谢小姐告他的罪名是什么？逼死高氏，残害百姓。这么看来，这谢义大杀人的事竟是真的，否则人家好端端的夫妻做着，又怎么会回到谢家去？唉，这么一说，那谢家小姐的一举一动就有源头了。要我说，这高氏也是个性子烈的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为了个乡野村夫白白丢掉一条命，连个亲生女儿都抛下了，这又是何必呢？啪！宝前帝倏地从龙椅上站起来，心里无端涌出一把无名火。皇上，陈师言，都是痴人呐，都退下吧，朕罚了。是，儿臣告退，臣告退。走出大殿，李景业与苏长山对视一眼，两人同时长吐一口气。帝王心术深不可测，能不能有效果，只看皇帝心里是怎么想的。但最起码谢玉达这辈子是蹦跶不起来了。至于谢玉渊，长山，我总觉得从归还高家财富到国公爷寿辰2万征钱，这事没那么简单。可惜我看不透，可惜当年知道内情的人都走得干干净净。不对，还有一人。谁？李公公。御书房里静了下来。李公公跟着皇上多年，几乎从皇帝还是一个皇子的时候就跟在他身边。这几十年磨练下来，这本是李公公修炼的8、9不离10，但牵扯到高家一事，他却不敢妄自猜测，只能在一旁小心翼翼地侍候着。等了一会儿，见皇上还在发呆，便轻轻地唤了一声：这性子可真是一模一样啊！高家虽然十恶不赦，但罪不及出家女。谢家先修后夺，也算不得什么正经人家。这谢义达更是猪狗不如。皇上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只是这谢家小姐呢？宝前帝没说话。皇上，奴才还得到一个消息，今日给高氏扶灵的人中，有一个是高家的旧人。高家的旧人？啊，原来是高家大老爷身边的要紧人物，后来不知怎么的就被赶出了高家，如今不知怎么又冒出来，老奴不知道，想来想去，猜来猜去，莫非是送高家最后一人，最后一程？人都没了吗？回皇上，都没了。谢家小姐算不得高家人，她姓谢。哼！甩手进了内殿，死干净了。好。李公公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把这话中的深意揣摩了几十遍后，才低眉顺目地走了。宝前帝走到龙榻旁，从里面掏出一个古旧的木头盒子，盒子里是一幅画像，画上是一个极美的女子。一切恩怨由他开始，一切恩怨亦从他了结。本已经是大圆满的结局，为什么他听到吃人2个字，心里那样的愤愤不平？高氏啊，高氏！谢二爷被下狱了，是他的亲生女儿亲手送进监狱的。平王李景安在房里踱步不止，心中又惊又喜。王爷，听说谢家3小姐，这我已经知道了。这一下，咱们平王府可算是清白了。
否则平王的脸色慢慢的沉了下来。他峰回路转，也就意味着福王也峰回路转。好事归好事，这心里头总觉得不得劲。更不得劲的是，放眼整个平王府内宅，有哪个女人能像谢玉渊那样有骨头豁得出？谢玉渊此刻正躺在床上，烧得人事不知。我的药不管用，你们好生侍候着，月余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。这话撂得真准，整整1个月，谢玉渊就没能下床。江亭求岩谷寺老和尚给二奶奶念超度经。无魂无魄的人往哪里超度啊？孤魂野鬼而已。这个给你们家小姐摆在她的枕边。说来也是怪，金刚经一摆，小姐就像3魂5魄通通回到了体内，无话也不说了，烧也慢慢退了下去。直到过了9月重阳，谢玉渊这病才有了点起色。这2个月来，京城发生了几桩大事。头一桩便是礼部的老尚书下了大狱。这第2桩，接替白方朔老将军的人有了着落。这第3桩事，便是安王李景业的婚事。在风头浪尖上的安王万分淡定，只是往怡红院跑得更勤快了，还放话说什么好亲不好亲，温柔乡里滚一滚，比成亲有意思多了。这话被老皇帝听到，老皇帝不仅不骂，反倒是往安王府里赏了好些东西。罗妈妈听完，老皇帝怕是知道自个儿苦命儿子的身体，验着法子补偿呢。小姐病的时候，世子爷来探过几回病，送了些老参啊什么的。有一回小姐烧得重了，他还骂了张太医几句，把张太医气的。罗妈妈笑眯眯道，世子爷最近日子也不好过，家里啊天天有媒人上门，他常常往咱们府里跑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见着什么人都乐哼哼的，和三爷也投缘。天热的时候，两人常常在小姐的院子里支上一桌酒，喝个半醉。谢玉渊倚在贵妃椅上，笑笑没有说话。对了，还有几件谢府的事情，奴婢想和小姐说一下。听到谢府2个字，他竟然有种久远的感觉，仿佛那些事那些人都已经成了他的前世，而非今生。这头一件事，就是小姐生病的第7日，谢太太命人把青草堂给拆了。她这是恨着我呢，没把我的东西给扔出去吧？倒被小姐猜中了，小姐用过的东西都被扔出了谢家，三爷当街拾了回来，二奶奶的东西通通一把火烧光。奴婢想着也没什么值钱的，就没去抢。烧了好，烧了干净。你们几个又是怎么脱身的？三爷给老奴几个交了赎身银子，太太原本不肯放人，要把我们几个远远的发卖了，后来是张太医出的面，太太没法子才肯放的人。小姐，太太这是把你逐出了谢家呀。逐得好，咱们还巴不得呢，省得受那气。小姐，药熬好了，喝药。能不喝吗？阿宝姑娘，那就快点好起来呀，好起来就不喝苦药了。小姐，这可是张太医的原话。谢玉渊无奈，3日前陈府一顶小轿把四小姐纳了去，大喜的日子，陈府啊连喜酒都没有摆，只在房里点了2根红烛，说是四小姐还在丧期，一切从简。算计来算计去，落了这么个下场，活该。小姐，奴婢打听到当天晚上陈少爷压根就没进他的屋，在书房里待了1夜，3天后四小姐门都没回，陈家不让，说是那个姨娘而已，没有回门这一说。少姨娘盼了1天都没盼到人，抱着老太太狠哭了一场。她哭死也没用，阿宝还是那2个字，活该。种什么因结什么果，这是她自己选的路，怨不得别人。就是，奴婢还替陈家少爷委屈呢，那么清贵的一个人，那四小姐这么个货色。要我说呀，那什么那，直接赔点银子打发了。打发不了的，谢二爷入狱，这轻事对谢玉梅来说，一个妾已然是高攀了，肉骨头进了嘴，哪还有吐出来的道理？罗妈妈一愣，这大病一场，小姐清减了不少，一颦一笑间竟得二奶奶的神韵，
也不知道将来便宜了哪个去。罗妈妈，小姐叫我，叫你好几声了。小姐想问大房那头的事。大房啊，二爷入狱第2天，大奶奶就到处托人在外头找房子，说是要搬出去。大少爷的岳家做了中人，帮他找了一处3进的宅子，买下了。这会儿正忙着料理那头的房子呢。听说大少爷要把婚结到新房子里，谢玉渊心知肚明，娘是自杀，宅子这么一闹，算是凶宅。大哥把婚结在凶宅里，别说大伯母不答应，管家那头也不会答应。老爷太太是跟着大房，还是继续留在那边？这倒没有听说起过，怕是会搬过去吧，毕竟现在2房指望不上。对了，大小姐一家听说马上要入京了，来吃大少爷的喜酒，我与他很久没见了。小姐见不见的也就那么一回事，谢府那头的事情以后别打听了。小姐病的这些日子，连2小姐都没上过门，都当小姐死了一样的，他们与小姐撇得干干净净，小姐又何必舔着脸凑上去？没想着要凑上去，只是问问2房的事牵扯不到大房头上，若是真的被我牵连上了，我心里过意不去。当初大奶奶抢3爷婚事的时候可没说过意不去。阿宝没忍住又插了一句，谢玉渊朝他挥挥手，示意他先出去。阿宝吐了吐舌头，脚步一顿，小姐，魏温回来了，胳膊大腿都在呢，生龙活虎的，就是嘴笨了点儿。谁都比不上你嘴巧。这丫头一回来就缠着沈荣沈毅2个学功夫，说是等学精了再不受人欺负。谢玉渊默默地笑了笑，看向罗妈妈的目光有些深，是个好丫头，以后放进屋里来吧。小姐和我想一处去了。罗妈妈搓了搓手，将半个身子扭过去。妈妈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？罗妈妈一听这话，心先沉了一半。妈妈，娘的死是和你商量过的吧？这个念头在谢玉渊的心里盘旋了很久。谢二爷虽然不是好人，却也不至于色欲熏心到这种程度。等看到李景业递来的遗书时，才明白过来，一切都是娘设下的套。罗妈妈见瞒不住，二奶奶让奴婢在二爷喝的茶里下了点催情药。谢玉渊一声不吭。小姐，奴婢劝了，劝不住啊。妈妈，我不怪你，他的心5年前就死了。小姐，奴婢没见过那个高虫，也不知道二奶奶对他的心，但奴婢知道二奶奶绝不是为了他才死的。我知道她是为了我，是她自己做了一件很错的事情，没有提前把自己的计划说给娘听。她甚至忘了娘也姓高。罗妈妈，娘用了一条命换我3年的自由，你看好了，我绝不会辜负这3年的光阴。谢玉渊变了，病好后的第一件事，他独自一人去了隔壁的谢府。那日正好是大房的乔迁之喜，府里连看门的小厮都忙得脚不沾地，没有一个人见他进来。等见到的时候，谢玉渊已经抬头挺胸地站到了福寿堂里。谢老爷、谢太太一看是他，还没来得及发作，谢玉渊从袖子里掏出一把剪刀，将3000发丝割断了几缕，往地上一扔。人之发肤，受之父母。我谢玉渊无父无母，从今日起改姓高，生是高家人，死是高家鬼，与谢家再无半分干系。说完，他挺直了腰背离去，把谢家一众人惊得目瞪口呆。半晌，谢太太反应过来，半路不知道从哪里跑来的野种，也不撒泡尿照照，配不配进我谢家的门？我谢家生不出你这种天打雷劈不得好死的下贱货，别以为翅膀硬了我就奈你不得，总有一天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骂着骂着，一口气没上来，谢太太跌坐在椅子上。这头高玉渊刚刚断发改姓，那头他就在高府里命人修建祠堂，要把高家祖先的牌位一个个重新请进门。接着他又让罗妈妈到外头买来10几个机灵的小丫头，
又求着张须怀介绍了一个他府上的老郎中来给这10几个丫头上课。沈荣沈毅也没有闲着，小姐命他俩把高家的铺子腾出来2个，说是要开医馆。这边医馆刚修起来，那边高玉渊就去了岩谷寺，求老和尚让他住下。几天后，高玉渊女扮男装，在小和尚的指引下走暗道入了金堂。从此他白日睡觉，晚上在金堂苦读。玉渊不服，他的心里憋着一口气，贼老天，既然这一世与上一世的结局相同，为何要我再走一遍？玩我吗？下面你要勾走的人是李景业他们吧？我偏不。寺中一日，人间百年。冬天的第一场雪落下来的时候，岩谷寺迎来了贵客。贵客是当朝宠臣周启恒的妖女周子珏，她来岩谷寺是为了给病中的母亲祈福。同行的还有安王李景业。要说这2人怎么会走到一起，还要从那日宫中赏梅说起。赏梅这日，这姑娘为了去捡枝头的梅花，从半坡上滑了下来，恰恰好安王路过，轻扶了一把，四目相对，小心。周家姑娘当下便有了几分心思。这陆皇后是个人精，一看周姑娘看安王的眼神，什么不明白，她正愁没办法和周大人拉扯关系。就在周姑娘说过几日要去岩谷寺为母进香时，陆皇后立刻搭了个顺风的梯子，说皇帝这几日也有些咳嗽，也想去岩谷寺祈个福。他身居内宫，出入不便，就劳安王带他走一趟吧。说罢，皇后情深款款地看了眼一旁的皇帝，皇帝正有心给苦命儿子找媳妇呢。龙椅上的那一位一点头，于是便有了这趟岩谷寺之行。高玉渊昼伏夜出，住的又是老和尚院后的小厢房，就一个卫温服侍左右，哪里能知道外头的消息。这日午后，他草草用了些斋饭，午觉也不睡了，便往岩谷寺的后山去。最近翻看医书，查到古籍中有一味药叫3分3，古籍中常提到一个词叫以毒攻毒。高玉渊昨夜突发奇想，能不能用适量的3分3入药，再配合用针将他的病治好。高玉渊和魏温在雪地天里找了半天，没找着3分3的草根，倒是捡了只100年的老参，只能打道回府。因为贵人驾到，岩谷寺今日谢绝外客，从来香火旺盛的寺院头一回冷冷清清的，再加上昨夜一场初雪，更添了几分萧瑟。高玉渊回到柴房，换下了湿了的鞋，连热水都顾不上喝一口，便拿起了纸笔，把路上对3分3的感悟写在纸上。魏温悄无声息地出去，又悄无声息地进来。小姐，刚刚奴婢打听到，和安王一道来的是周大人家的千金。他们怎么一道来了？听说是宫里叫2人一道来的，今天晚上还要在这里过夜呢。除了王府护卫，还有5城兵马司的人跟着，上个香就这么多人护着，这身子可真金贵。宫里叫这2人来的。玉渊吃了一惊，如此看来，宫里是有意撮合这2人。小姐，今儿晚上寺里护卫多，还要不要去金堂啊？他们上他们的香，我去我的，小心点就是。是，我先眯会儿，天黑了再叫我。小姐睡吧，奴婢在外头守着。玉渊爬进床里，以李景业的性子，如果他不愿意做的事情，就算宫里再逼，他都有法子拒了去。那么他陪周家姑娘来岩谷寺，是真心实意的呢，还是说想借高家一把力？如果是后者，那么李景业的手已经伸得很长了；如果是前者，玉渊神色变了变，这一觉睡得极浅，醒来睁眼，天色全暗。高玉渊起身，小姐，饭菜送来了，都已经热在炉子上了，摆进来吧。是。主仆2人用了几口晚膳，就听到外头有悉悉索索的声音，竟在下雪了。昨儿就下了一场大雪，才停了1日又下，没完了。高玉渊想着前日刚刚收到江亭的来信，信中说今年江南的天气实在怪异，几个庄子的麦子出得稀稀拉拉，年景不好。他私作主张又在庄子上多囤了些粮。玉渊当时心里还想着自己囤的粮已经足够多了，再囤会不会过几年都长没了？
如今看来，江婷倒是做对了。万一有个灾祸什么的，庄子放粮救济老百姓，也能为高家积福，不是？想着这些，他又坐回桌前，把碗里已然冷透的饭慢慢扒进嘴里。3更的梆子敲过，玉渊换回僧人的衣服。这时，老和尚派的小沙弥已经等在外面。小沙弥往前头带路，玉渊匆匆跟上去。魏温直到小姐不见了身影，才转身回了屋。按道从老和尚的后院出发，穿过小半个密林，便可到达藏经楼。因为下着雪，不远走得比平常慢一些。不言师傅，后头还长了双眼睛，比前面的眼睛还好使呢。刚走几步，咚的一声，脑袋撞到了不远的后背。什么人？阿弥陀佛，小僧是了成大师身边倒夜壶的，大师夜里睡不着，命小僧折一只出梅摆在房里。这一位呢？这位是我的小师弟，刚刚入佛门，帮着大大下手。高玉渊顺着他的话，抬起头来，想给人打个照面。完了，怎么会是他？程潜也是一惊，面前这个小沙弥瞧着这么眼熟，肯定是在哪里见过的。正在犹豫的当口，不远处传来刀枪声。程潜脸色一变，一个刀背将步员拍晕了过去。打算再拍一个的时候，程统领，是我，高玉渊。给我老老实实的在这里待着，别动。高玉渊掏出银针防备着，慢慢蹲了下来。李景业来了，苏长山来了，程统领也来了。怎么一夜之间他认识的人都来了？这时身后传来呼呼的风声，脖子被人一揪，身体便挪了个位。他回头一看，魂都快吓没了。跟我来。去哪里？到了就知道了。玉渊一脚踏进安王院落的时候，便闻到了一丝细细的血腥味。推门而入时，床前的苏长山一扭头，见是高玉渊，惊得说不出话来。你可认得她？这姑娘不是那天在曲江游船上弹唱小曲的伶人吗？她叫阿古丽，北地人，是我姨母。刚刚死了2个黑衣人，是她的手下。我姨母还是北地赫赫有名的黑风寨当家人。高玉渊没被黑风寨3个字给惊住，他是被这姑娘满身的血给惊住了。他飞快地从怀里拿出针包，我先帮他止血。李景业，你帮忙把他的外衣脱掉。李景业倒抽一口凉气，眼前的女子丝毫不见惊慌，仿佛面前受伤的女子不是什么他的姨母，更不是什么黑风寨的寨主，只是个普通人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脱呀！你准备几份热水和上好的金疮药。苏长山只觉得这丫头什么时候变得如此镇定、沉稳，还有气势十足。快啊，弄什么神啊！很快，致命的流血伤口找到，就在女子的腰腹处，一根断弩穿腰而过。等血止住了，他犹豫了一会儿才道：李景业，拿刀来，我要把这断弩取出来。你行吗？这弩上有刀刺。不行也得行，别废话，拿刀来。苏长山呢？金疮药怎么还不来？来了，致命啊！小爷我飞还有时间呢。闭嘴！李景业看着少女的半边脸，目光深深。他有种错觉，眼前的少女仿佛一夜间凭空长大了几岁，医术也精进了几个台阶。一切做完，玉渊又如法炮制处理了阿古丽身上的一些小伤口。最后一个纱布的结打完，他轻而急地喘了几口粗气。那个高鱼啊，这就算救活了吗？没有，熬2宿能醒过来才算救活。不是，你这些日子在岩谷寺跟谁学了这么一手？你从前不是只会用针的吗？你有时间问东问西，能去拿纸笔来吗？总不能让我这个做郎中的还得自己去找纸笔。苏长山惊道：兄弟，这丫头还是几个月前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高玉渊吗？怎么像是换了个人似的？李景业没理会，只伸出手按在少女的后背上，将一股带着冷意的真气缓缓地推进去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的身体不适合运气。李景业收回手，没说什么话。玉渊接过苏长山递来的纸笔，往桌前一坐，他挑了个极为凶猛的方子，一蹴而就地写了下来。快去抓药，熬的时候加3碗水即可。啊，我马上让他进去。
顺便让他给徐怀带个信，明儿一早不用过来了，省得到时候说不清。还用你叮嘱啊？苏长山再次离去。高玉渊，他们并非什么歹人。高玉渊默然，于李景业来说，的确不是什么歹人，但于程副统领来说，不对啊！高玉渊神色突变，他清楚地记得二庆送他去南边时，亲口对他说过，程副统领与苏长山是世交好友。难道程潜并非你的人？李景业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还记得前几个月前上书致仕的白方朔吗？记得。阿古丽和他有深仇大恨，本来打算在他卸甲归田的时候把人给杀了，没有料到皇帝派了神机营，营出500里接回老将军，所以……李景业垂眸凝视着床上的人，整个身体开始发冷、僵硬。如果没有程潜的手下留情，阿古丽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。能留下他，程潜尽了最大的力，那些黑衣人必须死。那么，阿古丽和白将军有什么深仇大恨？是白方朔带着千军万马扫平了北地蒲类，阿古丽的父亲，也就是我的外祖父，死在了他的监狱之下。这可算是血海深仇了。话落，有敲门声。王爷，刚刚得到消息，平王被连夜请进宫。李景业心里明镜儿似的，白方朔出事，皇帝头一个怀疑的人便是平王。平王的舅舅叶昌平和白方朔不对盘，这次意外未尝不是叶昌平的秋后算账。平王自然不相信叶昌平会做这么白痴的事情，定要据理相争，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。那么明天天一亮，这岩谷寺……高原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你说。清晨雪依旧在下，看守寺门的小和尚认命地拿起墙角的扫把，走到门口，闸门吱呀一声打开。小和尚一个哈欠打到一半，僵住了。哎呦妈呀，门口怎么站着这么多密密麻麻的人，一个个还穿戴盔甲的。小和尚吓得扫帚一扔，不好了，官兵抄寺庙了！方丈，你快来啊！禁卫军统领齐景走到马车前，请王爷示下，搜山查庙。是。平王手一挥，大步走进寺里，有数名和尚迎出来，为首的叫空慧。王爷请停步，佛门重地，还请……哼！再废话一句，拿下！搜！小姐不好了，寺庙里来了好多禁卫军，正在一间屋子的搜呢。出了什么事？说是有逃犯逃到了寺里。原来是抓逃犯啊，与咱们没关系的事儿。走，去安王那边瞧瞧。是，小姐。主仆三人刚走出屋子，就见几十个禁卫军涌进院子。什么人敢闯我们家小姐的院子？还不立刻给我滚出去！周小姐，对不住了，奉皇命追拿逃犯，还请小姐行个方便。你的意思是，我院里藏的逃犯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实在是公职在身。滚出去！也不睁开你的狗眼，看看我是谁。我的院子也是你能搜的。周小姐，第二个逃犯非常重要，即使是在安王院里，也照查不误。周子爵一听，心上人竟然要受这帮龌龊小人的气，你们欺人太甚，给我等着！周子爵刚跑出院子，就愣住了，黑压压的禁卫军围在门口。皇兄，这是做什么？是来缉拿我吗？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？16弟别想多，只是抓捕逃犯而已。皇兄认为逃犯在我的院子里，16弟这是说的什么话？皇兄自然是相信你的，只是这次逃犯身份特殊，他们是北狄人。16弟从小在北狄长大，这个险还是要避一避的。这么一说，我倒不好拦着了，也不该拦。王爷别气，气了就是着了坏人的道。咱们先忍着，让他们搜，回头我再告诉我爹去，让他帮你出这口气。这话说得清脆利落，在场听见的人没有一个不倒抽一口冷气的。周大人在老皇帝那儿，那真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几十年都没变过。周小姐想为16弟抱不平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只是这名逃犯是行刺白将军的主犯，即便是周大人在此，也不敢说这话吧。皇兄，周小姐心直口快，你别放在心上。院子就在那，你搜吧，别难为人家姑娘。言语中隐隐有对周子爵的袒护。周子爵只觉得一颗心像喝了蜜一样甜，看向安王的眼神带着拳卷，连遮掩都不遮掩了。16弟多虑了，
我怎么可能为难周小姐呢？都是走走过场，回头好在父皇跟前交差。禁卫军果然如他所说，只在外头装模作样的看了看。那边周小姐的院子，齐静连看都没敢看。这个小姑奶奶她惹不起。平王爷，这边没有，咱们去别处看看吧。石榴弟，不如一起吧。李景业正要一口回绝。好啊，我正想瞧瞧敢刺杀白将军的人长什么样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等抓到人非诛九族不可。李景业眼中的寒光一闪而过。那就一起吧。禁卫军连安王的院子都搜了，岩谷寺别的地方自然如履平地，但是从前殿搜到后院，没有发现一处异常的地方。王爷，只剩下方丈大师的院子了。既然来了，那就看一看吧。先派人前去和大师说一声，让你手下的人懂点规矩。是。片刻后，便有小沙弥迎出来。方丈大师说请各位自便，只是别惊扰了后院的女施主。请问女施主是谁？高府的小姐高玉渊在这里为母守孝。高玉渊，可是那个把亲生父亲送进监狱里的女子，她原来还姓谢来着。李景业心里微微有些疑惑，他虽然知道这丫头和岩谷寺的老和尚有些牵扯，却没有想到牵扯得这么深了。了尘大师竟然允许他住在他后院。你们去前院，我要去后院，我要见识见识这位胆大包天的高玉渊。石榴弟呀，这周姑娘的性子将来可够你喝一壶的呀。李景业轻轻笑了一下。皇兄请吧，别耽误了大师清修。玉渊早就得了讯，在屋檐下候着。此刻他心里七上八下的跳动，身旁的魏温也是一口气提在嗓子眼，眼里有些害怕。别怕。话落，便有禁卫军涌进来。一片肃杀中走出一个明艳亮丽的年轻姑娘。你就是高玉渊？正是，也没有三头六臂嘛，只是比平常人长得好看些。高姑娘，又见面了。玉渊屈身扶了扶，没说话，身子往边上让让，示意搜查的人可以进去了。李景安摆摆手，齐静领着4、5个禁卫军鱼贯而入。高姑娘，你母亲真的是不愿意侍候你父亲才吊死的吗？高玉渊脸色骤然难看，他没吭声，把头扭向一旁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无理，问你话呢？玉渊不想跟他起冲突。是，女人侍候男人不是天经地义吗？你母亲寻死寻得很没有道理，莫不是她不想让你到平王府做妾，才想了这个法子吧？这位小姐，你要这么好奇，不如追到阴曹地府去问问我娘，她到底是不想侍候男人寻的死，还是不想我做妾寻的死？你，周子玉气得语塞，你这姑娘会不会说话呀？知道我们家小姐是谁吗？你惹得起吗？嘴上没把个门的，当心祸从口出。玉渊冷笑一声，面不改色地转过身子，目光看着庭前的一株早梅，一副我不和婢女一般见识的气势。平王心里咯噔一下，看向高玉渊的眼神又深又沉，果然是个别致的。李景业却是将余光扫向苏长山，后者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脸上分明是一副姓周的嘴毒，姓高的胆子大。李景业心想，他若不胆大，怎么敢帮我藏人？苏长山这才想到人还在姓高的手里，顿时后背起了一层冷汗，也不知道他把人藏到哪儿了。就在这时，齐静走出来。王爷，在高小姐的房内发现2处血迹。王爷，快把他抓起来！高小姐窝藏朝廷逃犯。玉渊慢慢转过头，倘若我没有呢，是不是可以告你一个诬陷罪，连同你的主子一起？有没有的跟我们说不着。高小姐还是好好解释一下这血渍是怎么来的。玉渊将手掌摊开，昨天下雪，只顾着赏雪景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碰到了路边的石头。各位官爷，这算是窝藏逃犯的证据吗？自然不算。齐静掌心一摊，一把匕首横在上面。想问一下高小姐，这把匕首又从何而来？玉渊一看那匕首4肢百骸，俱是寒意。昨天行事匆忙，那匕首忘了还给李景业，竟然随身带了回来。李景业眼里起了暗涌，
匕首是自己10岁那年外祖父赠给他的，刀柄上的图案正是蒲类一族的图腾，百密而一疏。没有想到这把匕首竟然露了马脚，身后的苏长山脸色也严肃了下来。王爷，这把匕首上的图腾下官认识，正是北地蒲类的图腾，和那些刺客手臂上的纹身一模一样。高小姐，这是你的刀？这刀一定是刺客留下的，是他把刺客藏起来了。这刀是我大舅舅的遗物，是他任叶尔羌办事大臣的时候别人送他的。后来我娘远嫁，他就把匕首交给我娘，让娘防身。如今娘死了，这匕首归我，请问平王，这也有罪吗？七进，你再进去查查，若没有便撤吧。王爷，不必了，里面已经搜了好几次了，那就撤吧。慰问，小姐，提水，冲地。这院子满院的浊气，阿杂得很，给我冲干净了再吃饭。是，小姐。命人把屋里的桌椅板凳通通换出去，换了新的来。什么脏人见人摸过的都给我扔了。说完，谢玉渊拂袖走出了院子，背影好像刚刚从冰水里拎出来，寒气十足，只留下一干人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。玉渊一口气走到寺外的亭子里，浑身一软，竟是要跌坐下去，一只大手稳稳地扶住了他。受累了。玉渊一语不发地退后半步，也不怕被人瞧见。他人呢？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我今日下山，他交给你。凭什么又交给他？刀送你。谁稀罕你的刀？说完，玉渊的耳朵烧着了，热度一路蔓延至五脏六腑，最后倒流进心脏，沸腾了。他一跺脚，你就蠢死算了。握着匕首的手紧了又松，松了又紧，最后他只能咬牙转过身，不想身后空荡荡的，哪儿还有那人的身影。深夜，玉渊悄无声息地推开藏经楼的后门。小姐，看着点脚下的路。突然脖子一凉，多出一只手。谁？你真怎么回事？我家小姐好心救你，你却恩将仇报，快放手！再不放手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阿古丽，我是玉渊，李锦业把你交给我，那个臭小子。禁卫军走了，但神机营还在，他们封了上山下山的路。一会儿我把你挪到我房里。阿古丽悠悠地看了他一眼，头一歪，又陷入了昏迷。安王府书房外，李锦业目光朝树上看了一眼，青山从上头提起下来。王爷，他把人藏在了藏经楼，这会儿已经弄回房里了，人还烧着，但看高小姐的脸色，应该是无碍。藏经楼？她一个女子怎么能入得了藏经楼？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。王爷，这会儿京城所有的人的眼睛都盯着咱们安王府，一动不如一静，你们都小心一些。他能应付。是。李锦业转过身，沉着脸走进书房，坐到书桌后冷然不语。木之啊，我估摸着明儿的早朝动静会很大的。李锦业神色复杂，这事儿他已经料到，否则也不会匆匆忙忙下山。自己身上一半流着蒲类人的血，白方朔的事情无论横看竖看，他都脱不了干系。来人呐！王爷，立刻去库房拿一个上好的老参，我要去趟老将军府。你干什么啊？这会儿外头都宵禁了。探病，请罪。这一夜，周府书房的灯也亮到了3更。3更一过，周启恒从书房回到内宅，还未进院，就看到小女儿披着大毛斗篷站在门口等他。胡闹！都这么晚了，还不赶紧回去歇着？女儿给爹爹炖了乌参老鸭汤，爹爹尝尝。别拐弯抹角的了，说吧，找爹爹什么事？爹，女儿今天在岩谷寺被人欺负了。你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，谁还敢欺负你呀？平王欺负我，还有齐静也欺负我，他们搜女儿的院子，连安王的院子也不放过。你呀，你是替李景业那个小子来缴委屈的吧？爹，你就说帮不帮吧。那你倒说说，让你爹怎么帮呢？不管爹怎么帮，反正得帮，否则女儿以后再不给爹做好吃的。周启恒一听这话，真是气也不得，笑也不得。回到房里，把这事儿和发妻于氏一说。
这丫头怕是动了心，年岁大了，管不住了，主意大着呢。要我说，这安王可不是什么良配。何以见得？只看他的身世，我就不喜欢。又流落在外头这么些年，谁知道他是个什么人物？我倒不这么看。老爷，不会是真想？你不懂，如今朝中平王和父王斗得厉害，暗中都想拉拢我。我这个身份呐，帮哪个都不妥。老爷是怕秋后算账吧？还是说那两个都没那个命数？这话也是你能混说的？说说又如何？反正在自个儿家里，谁能听见？现在一切都不好说，只是这安王绝无可能登上大位，一个闲散王爷倒是跑不掉的。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皇上年岁大了，再过几年就年满60了，我还能再侍奉几年呢？总得为咱们周家寻条后路啊！这时外头突然传来了声音：老爷！何事？老爷，安王刚刚去了白大将军府。周启恒目光深了几寸，堂堂王爷能放下架子，倘若不是他出身的问题，这李景业日后定非池中之物啊。12月中，玉渊在谢三爷的再三催促下拜别老和尚下山，算算日子，他已经在寺里住了整整4个多月。下山的行李中，除了多出几十本经书外，还多了一个婢女。虽说是个婢女，但谱摆得比小姐还足。一旁魏温眼睛一会儿瞥向他，一会儿瞥向自家小姐。这都快15了，再有半个月就要过年，府里所有人都忙得四脚朝天，就属你最悠哉悠哉。三叔啊，我娘这个年，她只能在阴曹地府过了。谢一为一听这话，半句话也没了。苏长山一看乐了，惊道：这做叔叔的总被侄女拿捏住，可见大的太老实，小的又太滑头。阿渊啊，寺里的生活怎么样啊？还过得习惯吗？世子爷，你猜？也不必猜了，我在同庆楼摆了一桩酒席，替你接风洗尘吧。玉渊还未出校，这酒席就算了，麻烦世子爷把人接走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人？哪来的人呐？上回我和安王去寺里上香，见你侄女身边就一个婢女照顾，便又好心送了个人过去。这话一落，魏温又幽怨地抬头看了阿古丽一眼，心道：这一位可不是什么婢女，她比小姐还小姐呢，占小姐的床，穿小姐的衣服，还使唤小姐的丫鬟。你这个丫鬟打不过我，眼神还挺狠，一副要吃人的样子。玉渊低着头不说话。阿渊啊，这人你再使唤几天，王爷送的人你自然也该还给王爷。玉渊登时僵住，半晌重重叹了口气。事情过去了这么久，这京里还不太平。世子爷，您回去和王爷说，我一定会好好侍候阿渊小姐的。苏长山听出这话里带着怒，无力望青天。姑奶奶，还不是你自个惹出来的祸呀！如今京中但凡是有不类口音的，先抓再审，你就消消停停的躲在高府吧，也叫人家玉渊心好，让你躲，换了别人。入了城，苏长山便借故离去。马车驶入高府，玉渊命人走后门，从后门下车，有轿子来接。玉渊命魏温扶着阿古丽上了轿。谢一伟眼睛都看直了，问侄女这是怎么一回事。三叔，别大惊小怪的，王府的丫鬟府摆的大，再大的谱也不能。我正好和三叔说说话。谱大的丫鬟被安置在西北角的院子里，由魏温侍候。另外，他又让沈毅亲自派了2个侍卫，一前一后的守着，安顿好这边，他才回了自个儿院子。罗妈妈几个早就把脖子盼长了几寸，见小姐回来，一边抹着眼泪，一边给小姐张罗热水净身。起罢，换了干净的衣衫，饭菜已经摆好，韩先生、三叔已赫然在座。玉渊向韩先生行了个礼，想着经书上那些晦涩难懂的字词，一边吃饭一边向老先生讨教。这顿饭足足吃了有1个半时辰，直到老先生哈欠连天，玉渊才放他离开。转身正要入内屋时，阿渊啊，
希二爷的案子前几日大理寺又审了，怕是很快就有结果了。三叔，会是个什么结果？我暗中打听了一下，大理寺不会以逼死发妻定罪，而会以杀人贪腐定罪。倘若如此，轻则流放，重则死罪。他的案子有些特殊，大理寺怕是要上呈刑部，刑部再上奏章给皇帝，最快的话，明年开春就会有消息。我不急，拖得越久，他越惊心，我越欢喜。你，罢了，我也不劝，且看他的命吧。略说了几句话，谢玉维便走了。玉渊转身见罗妈妈站在他身后，欲言又止。妈妈，乔治脸色不好，是怎么了？小姐，3天前陈府送来了年礼，是陈家少爷亲自送的。他为什么送？问了，陈少爷说送了便是送了，没有为什么。奴婢不想收，他扔下东西就走。您看这里该怎么回呀？先不回吧，容我想想再说。是，小姐，这是咱们出府的第1个年，大房那头要不要走动走动？小姐如今在京里的名声不好，倘若连大房都不走动，怕又有人说小姐六亲不认，将来没有人敢娶我这样的。罗妈妈重重点了几下头。妈妈，他们就算敢娶，我也不嫁，还没被算计够吗？罗妈妈差点一个踉跄摔下去，心道：哎呦喂，我的好小姐啊，这天底下的大姑娘哪有说不嫁人的？你真要不嫁，这高家不就绝了后吗？玉渊在岩谷寺是睡换午觉的，一觉醒来，他就让沈荣领着去了北院。刚走到院门口，就听到了姑娘们背要名的声音。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没进去，笑笑走了。铺子修缮的怎么样了？回小姐，都已经好了。江叔从南边弄了一大批药材过来，等铺子里的味儿散了，就能摆进去。只是坐堂的郎中没有着落，先生年纪太大，那些小丫头还嫩着呢。不急，这事儿我自有章程。今天晚上有不速之客到，让府里的侍卫早点睡。小姐，是谁呀？回头你就知道了。夜色暗沉，李锦业双脚着地，一抬头就看到少女站在光影下，黑白分明的眼睛鲜活地看着他。你在等我？我在等你。我猜到你今晚会来。他何止猜到你今晚会来，他还把你来的时辰都掐准了。瞧着是在寒风中苦等，实际上他离开这间屋子不到片刻的时间。嗨，你们这些中原人啊，心都跟那肠子一样。唉，9曲18弯呢。阿叶啊，你可要小心啊。李锦业原本还担心阿古丽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能不能恢复如初。一听这话，他这么波澜无惊的人都忍不住勾起一点唇角。难为你了。如果王爷能答应我一个请求，那就不难为。你说。我要开医馆，劳你说动一下我师傅，让他到我的医馆挂名做个堂，每月初1、15来一个时辰就行。李锦业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个请求。月银我就不给他了，铺子的2成股算他的，以后分铺开出来，每个店他都有2成股，存几年娶媳妇的本钱肯定是够了。李锦业回京城多年，虽然深居简出，向来也是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但现在他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我就说让你小心吧，他肯定是要算计你的。你看看，阿古丽，你在我房里住了整整2个半月，为了救你的命，我好，你就当我刚刚放了个屁。阿古丽丢给李锦业一记你多珍重的眼神，扭着腰身进了屋。他这一走，气氛便有些不一样了。玉渊这才注意到李锦业穿了一件旧袍，少了几分贵气，多了分红尘地气。你是身体不舒服吗？原本挺舒服的，被你这么一下就有些不太舒服了。还有能让安王不太舒服的事情，说出来这满京城怕是没有几个人信。这时我和徐怀说一说，他要肯便罢了，说不肯你也要说的他肯，这是你欠我的。当然我也不是白让你做这个中人。喏，这个给你，拿回去让人熬了喝，这是7天的量，喝完有什么感觉，你派个人每天告诉我一下。这是什么？3分3制成的药，是用来以毒攻毒。玉渊把包好的药递过去，告玉渊，
原来你每天捣鼓的那些草药是给我们家阿叶治病啊？你不会是看中了我们家阿叶的人吧？玉渊正想着要如何回敬回去，却见李景业伸过来拿他手里的药，一拿落了空，他脸色变了变，手立刻往边上挪了半寸，才将好抓住了药。玉渊看得魂飞魄散，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，一把握住了他的手。这时他才发现他的手凉得没有一丝温度，他握得快，李景业甩得也快，故意玩笑的：高玉渊，莫非你是真的看中了我？你的眼睛怎么了？最近太累了，眼睛有些模糊。不是有些模糊，是快瞎了吧？高玉渊，你年岁是长了，性子却是活回去了。从前还知道拐弯抹角一下，现在连迂回婉转都不会了吗？不是不会，是不屑。这时房里悠悠地传来一声长叹：唉，阿叶，你完了，眼睛瞎了就算了，还惹人家姑娘生气。阿古丽，你给我闭嘴！你个小没良心的！阿古丽低骂一句，老老实实地闭上了嘴巴，却把两只耳朵直直地竖起来，听着外间的动静。坐下，伸手。高渊，你拉着我的手，让我怎么伸？玉元金的手一松，自己一定是被他气疯了。阿渊，我眼下不是早晚的事情吗？你急什么？我不会让你瞎的，更不会让你死。李景业暗暗吃惊这语气中的坚定，没说什么，听话地往椅子上一坐，等着。玉渊扔下2个字，走到外头对魏温交代了几句，转身端详着椅子上的人，心里对自己说：别急，淡定一点，会有办法的。帮你先把脉。阿渊，别费劲，徐怀他都没办法的事，你……他没办法，不代表我没办法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也给我闭嘴。这时他手腕上一热，少女的指腹附上来，温暖极了。玉渊凝神感受着指尖的脉搏，比2个月前又乱了不少。从这脉象来看，他这2个月的日子应当是过得极累的吧。我现在要对你头上行针，尤其是眼睛4周的穴位，针刺下去不会太痛，过了1个时辰后会痛得厉害些，但对你的眼睛应该有好处。再配合我给的药，你的视力不会下降得太厉害，甚至会有好转的趋势。李景业猛地抬起头，面前的少女眼睛里簇着一团火，点点火星都在往外蹦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身体归我管了，乖乖配合，乖乖听话，否则怎么样？李景业没有听到，但什么叫痛得厉害些，他却是体会颇深。青山见少爷整个后背都被冷汗湿透，牙齿咬得咯咯响，在原地看了一会儿，实在没忍住，跑张旭怀的院子，硬是把人从热被窝里拖出来。张旭怀一听李景业不行了，吓得连鞋子都穿反了脚，一脚深一脚浅的跑来，一看李景业正盘坐在床上运气呢，他反手给了青山一巴掌，气骂道：小兔崽子，吓唬谁呢？青山实打实的挨了一巴掌，也懵了，刚才明明是疼得不行了。别的他刚缓过来。张旭怀这才发现不对，上前一把脉，脉象没有什么区别，又闻了闻一旁的药盏。3分3，谁给你开的药？是高小姐开的，爷爷是因为被她施针之后才疼成那样的。这丫头是疯了吗？3分3是毒，而且是剧毒。她人呢？是不是在高府？老子找她去！别去，左右是变成瞎子，随他折腾吧，也是为了我好。不是李景业，你是被毒傻了吗？那可是3分3呐！他说以毒攻毒。以毒攻毒，这法子听上去怎么这么邪乎啊？张旭怀耳朵里都是嗡嗡声。青山，杯水，我要沐浴。徐怀，你帮我再按按穴位，这会儿头又疼得厉害了。张旭怀顿时紧张，食指立刻捏住他额头的药穴。那个，他让我给你传个话。要你传的话，估计不是什么好话，老子不想听。是不是好话？你听了再说。片刻后，安王府的某间房里突然扯出一声暴怒：李景业，老子是太医院的院守，你让老子去做郎中坐堂，门都没有。小姐，该睡了，4更了。这医书明儿再看吧，仔细伤了眼睛。你先去睡，我再琢磨一会儿。阿宝见劝不住，
一边打着哈欠，一边嘀咕着走出去，像吃了一样。你说谁吃了？小姐你呀，竟像被人灌了迷魂汤，白天黑夜都不分了。别以为我们在高府什么都不知道，魏温可是都说了。这小蹄子，小姐，人家王爷可是要和周家小姐成亲的人了，费那么多劲做什么？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？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？他给他治病，为他苦读医书，难道是为了要和他成亲？这些丫头是不是太闲了？脑子里整天在胡想什么？自己不过是想和阎王爷抢人罢了。他管不住别人说什么想什么，总能管得住自己吧。孙家庄里他们不告而别时，自己心里的小小的失落。扬州府的屋顶上，头上是明月，身旁是他。江南客栈里，他握着他的手写字时怦然心跳。还有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，就开始得寸进尺的报复，像是用一把磨刀石反复磨着自己的心。他是要管住对他的。这个念头一起，玉渊整个人都站立起来，脸颊像是喝醉了酒一样滚烫。这一夜，玉渊几乎睁着眼睛到天亮。第二天起身时，眼底的青黑色把罗妈妈吓了一跳。外头守夜的阿宝遭殃，挨了一顿骂。阿宝想着将功补过，白天越发尽心地伺候起小姐来。阿宝关切的神色入了玉渊的眼，没入他的心。身上脸上灼烧的热意让他这一天像踩在云里雾里一样，整个人都是飘的。他在心里把李锦业从头骂到尾，又把自己从尾骂到头，可心里的念头没有消下去半寸，反而滋滋地往上冒。在高玉渊发现自己竟然拿反了医书时，他突然从贵妃榻上站起来。不行了，那个医馆在年后一定要开起来。正想着，罗妈妈匆匆进来。小姐，三爷回来了。那就摆饭吧。小姐，三爷还带了人回来，说是添双筷子。谁？陈家少爷。玉渊心里又把三叔给骂了一通。陈少爷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，欢迎欢迎。你看起来挺好。是挺好的。陈少爷坐吧，别站着，一会儿锅子都凉了。是，都坐。陈少爷喝什么酒？玉渊，能不陈少爷的叫吗？换一声燕青又如何？这话一出口，玉渊便不吭声了。听罗妈妈说，陈府前几日送了年礼，正想着要还些什么才好。想来想去，夫人是在江南住过的，就给夫人备了些江南特产，你替我谢谢她。这年礼是我送的，和母亲没关系。阿渊呐，我回房间换件衣服就来。那个燕青兄，失礼了。说罢，也不敢去看玉渊的脸色，逃也似的走了。走到拐角处，心里一阵犯苦。阿渊呐，别怪三叔不讲义气，这个人你早晚得自己面对。玉渊，你知道那天我为什么救他吗？那天有人喊谢夫四小姐落水了，我的耳里只听到谢夫二字，旁的便再也听不见了。我说这些话你不要有压力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那谢玉妹并非真心。娘走的时候没几个人来送她，你来我很开心。我与谢玉梅有恨，也不想劝你要好好对她，种什么因结什么是果，都是自己的命数。人生那样短，不管真心假心，不管愿意不愿意，日子总得过下去。有些人有些话不必讲太清楚的，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就了然。高玉渊于他而言已经擦身，他贸贸然来也只想求个朋友的名分陪在他身边。他到底是允了姓氏。你下面有什么打算？打算开。高玉渊，你给老子滚出来！只见数丈之外，张虚怀一脸怒色地瞪着他，身后还站着一人。玉渊匆匆迎上去。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了？三分三也敢入药，你脑子给严古寺的和尚踢过了？还有一个姑娘家开什么医馆呢？是少了你吃的，还是少了你穿的？要是银子不够使，我给。陈青燕愣了下，
他原来想开医馆。还让我坐镇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堂堂太医院院首，是以张家赫赫有名的传人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这么厉害，怎么也不把王爷的毒给拔干净了？你说什么？有种你再说一遍！师门不幸啊，怎么收了你这么一个孽徒？不行，我要重新考虑考虑。师傅，你知道一个铺子的2成干果是多少吗？多少啊？少说也得1万两。切，也才1万两。你知道我将来打算开多少间铺子吗？多少？不低于100间。张旭怀惊得连连倒退数步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他一年躺着就能赚100万两。真顾着那层面子，我也不逼你。以王爷的脸面，太医院总还能请得到别人。王爷，是吗？本王和刘太医、陈太医都很熟。熟个屁呀！你这个不孝徒，有好事竟然还想着胳膊肘往外拐，天打雷劈劈不死你啊！还有李景业，你也不是什么个好东西。好啊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你阁里有客，谁呀？瞧着挺面熟的，我瞧瞧去。玉渊听着这颠三倒四的话，这脾气还是和从前一样臭不可闻。这100家医馆，你打算何年马月才开下来？不会等到徐怀七老80吧？就属你最聪明，扭头就走，能看清吗？我这眼睛也是最近几天才有征兆，是好是坏，这会儿是好的。那你小心脚下。说完，烫了一天的脸又烧了起来。狗玉渊，有点出息行不行？原本冷清的暖阁一下子多出2人，再加上一个拒而复返的谢一为，顿时热闹起来。陈清燕看到这2人时，心先沉了一半，再听张旭怀与玉渊这般说话，另一半的心也沉了下去。陈清燕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和我徒弟是什么关系啊？哦，那个他叫我三叔，阿渊也叫我三叔，是半个亲戚的关系。你纳的是妾，又不是娶妻，你是他哪门子的三叔啊？师傅，他与我说些事。孤男寡女凑在一起说什么事啊？有伤风化。这话一出，连大大咧咧的谢一为都变了脸色，更别说陈清燕了。玉渊脸色一红，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倘若你知道过了年我还要抛头露面给人看病，这点风话也算不得什么。怕是青燕兄新来的小妾有什么不妥，他才来找你徒弟说说。虽然分了府，到底还是一个爹生的。陈清燕顺势站起来。高远，府里还有事，我先回去了。我送你。走出暖阁。我不知道你和安王熟悉，但有句话多说一嘴。你是想让我和他们别走得太近？陈清燕点点头。我也想劝你一句，别和平王他们走得太近嘛。玉渊也点了下头。荣华富贵这东西没个头，从前我高家也是云端上的人，到头来下场是什么？陈清燕这才察觉到，这场巨大的变故其实并没有从他的心里过去，怕是藏得更深了。陈清燕，找个门当户对的姑娘成亲，走走路子，看能不能外放做个地方官，远离京城的是非。玉渊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陈清燕大步离开。有些话谁不知道，但一颗心谁能控制呢？玉渊回到暖阁。王爷突然光临寒舍，有事？李景业一听这话，就知道这丫头在生气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难道不是孤男寡女吗？师父求我去江南给王爷治病的时候，可没说过孤男寡女。他和木之能一样吗？你们那是青梅竹马的情分。徐怀，别乱说。师父，你别胡说。李景业，你说正事吧。是这样，昨晚时针过1个时辰之后，脑袋确实激荡无比，但难得的却是一夜安睡。王爷，你睡不着觉啊？最近事多，夜里总失眠。那是得好好看看。玉渊没听2人说话，心里先是默默高兴了一回，又盘算了一回。不管如何，这针确实有些作用，照着这个思路往下走，看看能走到哪一步。一天时间太短，看不出所以然来。师父，一会儿我帮王爷施针，
您在边上看着，每天晚上施针，再配以用药。7日后你们再来。那便开始吧。稍等，我命人去取银针。好。年下事多，李锦业行完针并未逗留，便匆匆离开了。玉渊径直回了房，谢一为跟了过来。三叔还有事？陈清远的事你别放在心上，都是一个衙门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我总要给他几分薄面。我早就与他说清楚了。那就好。玉渊回了房，将罗妈妈叫来。快过年了，里里外外总要有些新气象。这是高府第一次过年，得置办的像像样样，体体面面。罗妈妈这些事情是打理惯的，一桩桩一件件盘算的分毫不差。三爷和韩爷得再做几身新衣裳，爷们儿的衣服做得精细些，料子也要用得好些。张太医是小姐的师傅，这个礼少不了。陈府的回礼，奴婢已经准备好了，找个黄道吉日送去就行。苏世子帮了咱们几回了，按理也该送礼。安王府上咱们就够不着了，也不必去够。妈妈，大房那头也备上一份。小姐不必太好，普普通通的就行。那老爷太太的份呢？他们的不用。是，回头让阿宝他们帮我做几身男孩子的长袍，1年4季的都要。小姐真的要？难道还有假？妈妈去吧。罗妈妈知道自家小姐是个有主意的，也不劝，只是心里连连叹气。这姑娘家抛头露面的，以后还嫁得出去吗？腊月15，江亭江风给小姐送的年礼，还有整整1船的药材。东西送到高府，玉渊懒得扫一眼，只对江亭从外头淘换来的2本古医书感兴趣。江亭这边开了头，高府在京城的庄子也纷纷送了年礼来。因这是头一回，亦要是认真对了账本才行。玉渊心思不在这上头，做了个甩手掌柜，让罗妈妈带人对账，让谢三爷领着沈荣、沈毅去各个庄上视察。谢三爷这一去，回来给玉渊带了个好消息。原来朝廷归还高家的庄田中有一处热地，因为无人打理，荒废了许久。从前可是专供高家冬日菜蔬的，边上还有2处小小的温泉池子。谢三爷说，如果开春让人重新拾起来，1年4季的吃食用度能省不少。玉渊自是一口答应，把事儿丢给沈荣、沈毅2人。韩先生听说了，主动向玉渊请缨，玉渊没答应，又怕他多想，玉渊就让他每天给自己讲1个时辰的书。玉渊从前也断断续续地听过他几堂课，这回再听，感悟完全不同，越发的用心起来。腊月23，高府祭灶，那一头谢府大房的年礼送来了。高玉渊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见过这位大堂哥了，这会儿再见，已然是疏离了不少。阿渊啊，年礼都收到了，父亲母亲都很喜欢，有空来家里坐坐，都是一家骨肉，别生分了。大哥说的很是，10月大哥大婚，我守着重孝没有出席，只是这表里还是该送上的。罗妈妈手里捧着3份东西，1份是大少爷的，还有2份是大小姐和2小姐的，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一点心意。大哥拿着吧，上辈子的恩恩怨怨已经了完，牵扯不到下一辈。谢承君一听这话，顿时就坐不住了，道了声谢，便匆匆离开。走到2门外的时候，恰好谢三爷走进来，2人都愣住了。三叔，恭喜大婚，去吧。谢承君燥着脸走了，脚步之快，仿佛后面有厉鬼在追着。走到正门口，大少爷，太太给2房的年礼还没有送，我就不进去了，你派个人送去。是。